苏叶，苏叶，陈在和回来了，李苏叶。我死了，在我未婚夫和我妹妹订婚的当欢迎大日，家来参加死于车祸。欢迎大家，哎，欢迎欢迎，谢谢。早生贵子啊！新婚快乐！请问你是李苏叶的哥哥吗？病人目前……李苏叶，你以为你不来订婚宴就能让芝芝难堪吗？秦志不喜欢你，你别想再耍心机了。哥，过来拍合照了。好。濒死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只是团宠文里的恶毒女配，而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我父亲的私生女李芝芝，却是书里的团宠女主。疼我的哥哥，为了他要毁掉我的学业。哥，我可以保送了，这样我就可以提前2年毕业，去公司帮你了。芝芝这次月考成绩不理想，苏叶，你晚2年上大学也没关系。爱我的未婚夫，沦陷在他的崇拜和夸奖中。这道题其实只要思路找对了，也很简单。阿志哥哥真厉害，这么难的题都会。我身边的所有人，生来都是会爱李芝芝的，她轻而易举就获得了所有人的喜爱。而作为恶毒女配的我，也该就此下线。谁又会在意我从这个世界消失？李苏叶，走吧。李苏叶，苏叶，苏叶，陈在和回来了，李苏叶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我带你杀回去，苏叶，你不是答应好我的，陈在和，要等我回来的吗？说好的青梅竹马，永不背叛。等我留学回来，成为陈家继承人的时候，我就是你最大的靠山。苏叶，你是不是忘了我？你快醒来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！陈在和，我才没有忘记过你。李苏叶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陈在和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。醒了，你吓死我了你！医生，医生，陈昭，快叫医生！来，慢点儿。医生马上到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在国外吗？
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哦，少爷听说你要订婚，特意赶回来，没想到看见你出了车祸。就你话多啊！你这么闲，出去买点水果去。去。好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身体。谁欺负了你，我们全部给他讨回来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？这是什么话？几年没见，你连我都信不过了。我只是不敢相信，在这个专门为李芝芝创造的团宠世界里，有人能离开设定毫无保留的相信我。胡思乱想什么呢你？那个什么李芝芝，她连你一根头发丝她都比不上。在她出现之前，我哥和秦志也这么说过。李素叶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彼此唯一的青梅竹马。李素，你听着，青梅竹马，青梅竹马，永不背叛，永不背叛。少爷，苹果买。怎么是这种沙绵绵的苹果？他从小就不爱吃这种。哎，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，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太好了，李小姐，你能醒来，多亏了程总一直不放弃。医生说你没有大碍，我去帮你办理出院手续。那个脆苹果，回头给你买。走了。他记得我爱吃苹果，也记得我爱吃哪种苹果。秦志，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芝芝交给你，你可得好好对她啊。放心。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李素叶，就算你追到医院来也没有用，我和芝芝已经订婚了。既然我能醒来，说明剧情并非不可改变。李芝芝的团宠世界，我偏要掀了她。素叶姐姐，你是不是还在怪阿志哥选了我，所以才不来我们订婚宴的？对不起啊，都怪我。芝芝，没事吧？李素叶，你还要胡搅蛮缠到什么时候？秦震，你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，是你先和李芝芝苟且的在背地里交往，我从来没有纠缠过你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牙尖嘴利，李素叶，你总是这么讨人厌。李素叶，像你这种恶毒的性格，已经不适合再待在公司了。你的项目，我会安排新人去接手。我凭什么退出啊？不会这个新人就是李芝芝吧？哥，是芝芝又怎么样？这是秦氏的项目，她作为秦氏的少奶奶，自然比你更合适。素叶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我也是想为家里分担一些，你能不能别分担啊？
那当初团队熬夜的时候，我怎么没看你出过一分力呢？李素叶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芝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你非要咄咄逼人是吧？集团看的是实力，你要是那么相信他的话，那你就让他也拿出一份方案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秦燕女士最后选谁？让开，让开啊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滚一边去！是他，金圈首富程家的小少爷。江江，姐姐，你怎么私下和男人不清不楚啊？这是医院，又不是你们家，你吵什么呀你？刚才姐姐也说话了，不是吗？这声音和声音能一样吗？我听到李苏叶的声音，我就高兴；我听见你的声音啊，我就……李素叶，他是你什么人？这还用问啊？我就是他唯一的青梅竹马。我跟他一起长大，从未见过你。要说青梅竹马，也是我。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16岁才跟他认识，算个屁的一起长大。秦之哥，算了吧。秦之哥哥，素叶姐姐有人撑腰，我们还是……这茶里茶气的，没上过学啊？不知道怎么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吗？啊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跟这种人说话真是讲究。我们走吧。原来被人坚定维护的感觉是这样，走吧。哼。苏叶，我刚刚跟他们那样说话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错了。没有啊，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。现在去哪儿啊？不会还要回你那个家吧？不回去了。那我带你去吃饭吧。你最近都没好好吃饭。但是我还是要回去拿个东西。陈在和你……你想什么呢？我当然会陪你一块儿回去啊。你可是我好不容易叫醒的人哎。要是我一下没注意，又被他们暗算了怎么办？谢谢你啊，陈在和。李苏叶，快来！这是不是16岁我给你送的那棵苹果树啊？小时候出国留学的时候，有天我心情不是很好，恰好又是圣乔治节，我看当地的人都在送花，我就也想给你送花，而且是那种最大的花。可这是苹果树啊。重点不是这个。哎，你知道圣乔治节是什么吗？不知道算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我当时还给你送了一只小猫，它现在在哪儿？他已经不在了。
姐姐，对不起啊，都怪我。芝芝没错，是你自己管不好自己的猫，还伤了它，这种畜生就该死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明明很乖的，他不会伤人的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他。所以别哭了，你没错，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。哎，你现在还想不想再抱一次吗？给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让你再抱一次。哎呦，那别哭了好不好？遇见爱情的起点，还是会想念，开始有想念，是你给金光线照亮我世界。大小姐，王叔，王叔，你看到我很紧张吗？怎么会，大小姐？哦，大少爷让我开车去接她，我先走了啊。这个王叔绝对有问题。陈在和，我想回去拿个东西，你先在这里等我。好。少女与未婚夫哥哥相恋多年，姐姐却因嫉妒意图横刀夺爱，更在订婚宴上恶意缺席，让少女难堪。小三不得好死！王才女貌，你就是个小三。原书剧情让我被污蔑，被毁掉。那我就让证据砸掉这一切。李芝芝，情志，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李素叶再欺负你了。陈在和，难道连你也终究摆脱不了这个世界的设定吗？注定要被李芝芝吸引，注定会站在我的对立面吗？只好，素叶，这是芝芝，从今天起，她就是我们家的一员，是你们的妹妹，你们要好好照顾。我只有素叶一个妹妹，妈才刚走，她算什么妹妹？李叔叔，你怎么能这么对素叶？爸，我妈尸骨未寒，你就带着私生女回家，你对得起妈妈？对不起大家，我只是想有个家而已，我只是想有个家而已。素叶，你怎么不懂事？芝芝刚来，你就不能大度点吗？你看你，都把芝芝吓哭了，她多可怜。素叶，素叶姐姐，你千万别误会在和哥哥，他只是看我难过，好心安慰我几句，他真的很关心你，一直在说你的好话。姐姐，小心点儿。谢谢程先生，要不然我就摔倒了。都怪我穿不惯这双鞋。姐姐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爸爸还让我回去试婚纱呢。
哎，你眼眶怎么红了？没事，吹空调吹的。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手脚冰凉。这熟悉的剧情还是上演了。陈在河，别怪我推开你，我只是不能再承受一次被最重要的人背弃的滋味。啊，苏叶，其实我……苏叶，我还有点急事，晚点联系你，我再跟你说。等待水中的雪带坠落下来，在末日李芝芝的婚礼我会出席，属于我的公道我自己讨。复制平台蒸发稀薄的爱。现在，请新郎新娘交换誓言，并亲吻彼此。李芝芝，你的结婚幸福日，我会亲手改成你的审判日。怎么在婚礼上穿黑色还拿菊花？这是在故意恶心人呢！就是，李家怎么出了这样一个人？李苏叶，你疯了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来祝你新婚快乐。李苏叶，别太过分！苏叶姐，你就算再讨厌我，也不能毁了我的婚礼啊！这也太恶毒了吧！在人家婚礼上闹事，自己名声臭了，还想把别人拉下水，还不给我滚下来！要丢人现眼到什么时候？李苏叶，赶紧给大家道歉下台，今天的事我就不计较。你不计较，但我有事跟你们计较。这针对今天热搜的事情，我也有几句话要对大家讲。这今天的新郎官秦志，其实是我的未婚夫，而今天的新娘李芝芝，她的少女日记其实就是小三回忆录。这新闻上的受害者，其实才是加害者。证据呢？口说无凭。证据呢？证据呢？口说无凭，把证据拿出来啊！陈在河，是你拿走的，你终究还是选择了他。这么精彩的婚礼，怎么能没有我的贺礼呢？陈在河，你终究还是站在了我的对立。程先生，我只是希望我们婚礼能顺利进行。姐姐她好像准备了什么东西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他准备了什么？哦，你跟我说，我才能帮你啊。毕竟谁都不能破坏你的幸福啊。各位别着急啊，送给妹妹的结婚大礼，还有热搜。还有热搜，热搜，热搜，快热搜啊！哇，搜什么呀？阿哲哥哥，你还是苏叶姐姐的未婚夫，我们这样不好吧？芝芝，你姐姐她哪能跟你比？
快拍！还给我装成豪门千金、暗恋成真的女主角，结果小三上位实锤了。前一阵子李芝芝还跟我哭诉，说她姐姐欺负她，现在看来全是骗人的。李家可真乱，私生女抢了姐姐的未婚夫，还要倒打一耙。这下程家下场，秦家和李家怕是都要完啊！姐姐，你小心点儿。哎，怎么一声不吭，自己就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说过，青梅竹马，永不背叛。程在河，真的要为了李素叶，与秦家、李家为敌是吗？哼，咦，就凭你们？各位，程家旗下的所有产业，即日起终止与秦家、李家的一切合作。程少，至于诽谤李苏叶的人，可以继续。程家的法务团队会一直静候你的到来。秦家和李家这下可要伤筋动骨了。豪门继承人出轨私生女，导致集团失去重要合伙人，赶紧拍下他们惨！秦家和李家是一件大事。活久见。走吧。你先说。还是你先说吧。那个程在河，我想搬出来，可是我之前要稳住我们公司的核心成员，我名下房产全部都低价租给他们了。能不能帮我找找合适的，租个房？低价的出租房是……啊，那你住我那儿吧。你别误会，我刚出国留学的时候，名下的房产不是都卖出去了吗？现在也是租的房子，大平层，大概300多平，就是那个租金有点贵，这刚好我俩合租的话，你还能帮我分担一点呢。好了，59你1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你可是程在河啊，你怎么可能缺钱呢？那走吧，我们一起回家。谢谢你啊，程在河。噔噔。苏叶，这就是你的房间，你看看还缺什么？是味道。哦，是你常用的那款睡眠香薰，我都给你备好了，今晚你就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就连这个星星灯也是一样的。李苏叶，你都多大了，怎么还爱摆那些小孩子才爱玩的东西啊？这叫少女心，你懂什么懂我不懂你的设计，但我愿意永远守护你的喜欢。Because I love you, but I love me more. 程在河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怎么做到跟以往一模一样的？
我只是倒转了时间而已。如果真的能倒转时间，是不是就能回到一切没发生之前了？哎，真的啊，我是真的会变魔法的。不信你把眼睛闭上，我再给你变变。哎，闭嘛闭嘛。嗯。你看，宝宝，你要多吃一点，长得胖胖的哦，要不然程在河又要说我了，知道了吗？程在河，这是……他们是同一窝的兄弟，我留了一只，另一只……对不起，我没能照顾好你的兄弟。苏叶，那不是你的错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有事儿随时叫我。嗯。过来，吃东西，过来。我是跟你说了要逗他开心，但是现在人家已经睡觉了，你呀就不许趴在人身上喵喵乱叫了啊，这样会吵到他睡觉的。哎，等他醒了再去哄他，你要是能做得到的话，就跟我击掌。傻瓜！你击掌了，就是做得到了。哎呀，真乖！明天奖励你一顿豪华猫饭。公司里那些老东西就等着把我拿下。这下倒好，结个婚闹成那样，上赶着给他们送礼。没事吧？对不起，阿志哥哥，都是我不好，姐姐怨恨我也是应该的。没事的，芝芝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这都怪我。要是我在李家公司有一席之地，或许就能帮上你。可是姐姐霸占着项目不肯放手。放不放手，这可由不得他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啊，没事儿，快尝尝，我亲手做的。你还会做饭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就等着回国跟你炫耀。李总监，你快回公司，李芝芝带人堵在会议室了。二小姐，请用咖啡。你们设计部就喝速溶咖啡，姐姐也真是够亏待你们这些老员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只有速溶，我们这边业务繁忙，不像这二小姐名声扫地了，还有闲心来别人部门摆架子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还在为秦志的事怪我，
但你不能因为自己不开心就耽误公司的项目呀。你把公司的项目给我接手，这样姐姐还能休息不是？你看这个配色是不是有点太保守了？客户看了还觉得我们不够专业呢。这个配色客户亲自选的，你是在说客户眼光差？我的项目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现在呢？现在我有资格了吗？你看清楚，我现在有没有资格？你什么时候成为项目负责人的？哥哥昨天亲自命令的。哎呀，姐姐你放心，你熬夜熬出来的项目，我肯定会好好接手。喂，苏叶，把破茧的全部资料发我一份，我看看进度。好。原来我的好哥哥，那时要资料，是为了给李芝芝铺路。李芝芝，他给你就敢接啊？李芝芝，一个小三，彻头彻尾的门外汉，凭什么接手我妈留下的项目？李总监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出身也不是二小姐的错，二小姐不会可以学。所以你们真的觉得这个项目交给他没有事是吧？这就觉得不公平了。李苏叶，等着看吧，全世界都会一步一步偏向我。姐姐，我是看你刚刚生病，身体不太好，想帮你。又来了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只要他一哭，就能轻易赢得所有人的偏袒。二小姐真是太善良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好商量。要不就二小姐和李总监一起负责。是啊，李总监刚出院，有二小姐帮忙分担一下也好。我不同意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苏叶姐姐觉得我没有资格接手这个项目。苏叶，你为什么这么恶毒？为什么要三番四次的刁难芝芝？我刁难他？到底谁在刁难谁啊？他李芝芝一个不要脸的小三生出来的私生女，你恬不知耻的给他做哥哥也就罢了，现在还要把妈妈留下来的东西交给他是吧？出生又不是芝芝的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的咄咄逼人？他甚至设计稿都看不明白，你是要毁了妈妈的心血是不是？你是让他死不瞑目是不是？就算现在看不懂怎么了？学就行了呀。芝芝她不比你差。你从高中开始就说这句话，那到现在呢？不依旧是一个只能依赖男人的绣花枕头？你让我把破茧交出来，绝对不可能。哥哥，算了，你不要再为我吵架了。我没有姐姐那么要强，不想哥哥你们为难。光就是为人着想这一点，芝芝就比你强上1000万倍，你永远都学不会。我当然学不会了，我当然比不上他哄男人，要不然你们怎么能一个二个的都跟中了邪一样？他撒娇就听从他的差遣了。李苏叶，我今天是来通知你，不是来和你商量。要么留下来给芝芝打下手，要么就滚出这个项目组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由不得你不答应。破茧这个项目交给谁，由我这个秦家人说了。林少未免把话说的太满些。来，想抢走苏叶的项目，你们还不配。你只是秦家未来的继承人，还不是掌权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项目有决策权？姑姑，你要是觉得你继承人的位置坐得太稳了的话，你可以动我的项目试试看。破茧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，可以不是李苏叶，但也绝对不能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废物。
你们这些人啊，要是再在我的背后动一些手脚的话，我不介意撤了这个项目。到时候人家千金可以回去做少奶奶，你们这些人何去何从？自己掂量掂量。秦爷，我们这也是为了让项目更好啊。李总，你所谓的为了项目好，就是让一个声名狼藉、连设计图都看不明白的私生女来当项目负责人。我看你是生怕项目赚钱吧你？程少爷，这是我们李家的家事。他李苏叶的事，就是我程在河的事。如果你非要为了他来抢苏叶项目的话，我不介意动用程家的势力。哦，还是说你要为了一个私生女，连公司都不要？李芝芝，你别怪我不给你机会。你要想跟我争，就拿出真本事，别躲在男人的后面，让他们给你摆平一切。你，芝芝，各位，大家都是公司的精英，苏叶为这个项目熬了多少个夜，为你们又如何？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清楚。难道这么轻易就被一个不重要的人给影响了情绪吗？对啊，李总监为了这个项目熬了多久？我们刚是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我们最烦的就是项目完成之后被别人顺手摘桃的行为。刚刚怎么会说那样的话？对不起啊，总监，刚刚你就当我脑子被驴踢了吧。没事，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先去忙吧。嗯。这个世界好像因为你开始好起来了。你一个小姑娘单枪匹马的就敢跟他们吵架，你不怕他们吃了你啊？不会啊，我不是一个人。那当然了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身后，永远陪着你。这次我可没有迟到哦。哎呀，这小情侣就是腻歪。哎呦，秦爷，我们不是秦爷，刚好现在这时间合适，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一下嘛。好。程在河，这击剑馆也不是谈生意的好地方吧？傻丫头，你这发送邀约要投人所好才行。确实，这秦姨看着确实挺享受掌控局面的。那你呢？应该还记得怎么进攻，不是吗？还记得怎么进攻，不是吗？光看多没意思啊！来一局。去吧，做你自己就好。Ready, go！李苏叶，不要一味的退让，只有主动发起进攻，才能找到更好的进攻机会啊！苏叶，记住我说的。Round 2。看来不是花架子，走吧，聊聊去。小苏叶，说吧，
今天又有什么事儿？我想让秦姨你帮我。我直说啊，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你还是李芝芝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差别。但今天我之所以帮你，完全是看在程小少爷的面子上。但是呢，我是一个生意人，我当然希望利益最大化。但仅凭你认识程少爷，就想让我为了你去得罪李家和秦家的其他人，这些是远远不够的。秦姨想要的东西，我能帮你得到。哦，你怎么帮？凭借苏叶的设计和才华，再加上整个程家人才、资金，所有你想得到和得不到的资源，全部为你敞开。这种分量，不知道够不够？程家，你确定吗？程家是清流世家，从来不插手别人的家事，他们会为了我而干预秦家的继承权？程家会，只要苏叶开口。对于程家而言，秦家的当家人是你还是秦志，对于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差别。那谁当都是当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宁愿和一个聪明人合作，一个明智的领头人，会更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。既然你们抛出的筹码这么诱人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失陪了。陈家和，敢不敢和我比一场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输的人答应赢家一个条件。没问题。你终于回到锋芒毕露，敢于正面迎击一切的你了。他还真敢去改正，待会儿输了多久？就是，女生学这个不就是为了摆拍吗？输给社长不丢人，敢站上去就赢了某些只会嚼舌根的人18条街了。李苏叶，不要一味的退让，只有主动发起进攻，才能有获胜的机会。苏叶，从今往后，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任何战斗。程家和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们是青梅竹马。可是秦之也说他是我的青梅竹马。不是，秦志他算哪门子的青梅竹马呀？李苏叶，我们才是彼此唯一的青梅竹马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你的设计稿那肯定是独一无二、1等1的好。我们所有日子都充满了 love and sunshine， 闭上眼，爱呀永远。给。苏叶，我要出国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啊。
苏叶，你记住，你只有我一个竹马，唯一的竹马。知道唯一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有，且仅有一个。算你聪明。所以啊，我是你唯一的青梅竹马，我不对你好，我对谁好？你为什么不会像爸爸一样，像李之恒他们一样，围着李芝之转？苏叶，对于弱者来说，他们更加爱怜比自己弱小的人，以此来彰显自己的高大形象。你爸爸爱他，是因为那是他初恋给他生的私生女。苏叶，你就把婚约让给芝芝吧。芝芝和秦志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不要跟他抢。你哥哥爱他呀，是因为你那个软绵绵的妹妹对于他的继承权没有半点的危险。哥，我可以保送了，这样我就可以提前2年毕业，去公司帮你了。秦志爱他，是因为他永远处在他之下，永远都用那种崇拜的眼神看着他。阿志哥哥真厉害，这么难的题都会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独一无二、永不服输的李苏叶，是那个让他们拿捏不住自惭形秽的人。爱你的人永远都不会背叛，恨你的人也无需讨好。在我这里啊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。因为你明媚了起来，这世界突然好可爱。也许李苏叶，你最棒。不能传递我沸腾的告白。你也蛮不错。美好的崇拜，决定。苏叶姐，我们团队都跟你站在一起。放心吧，大家，这3个月的心血不会白费的。姐姐真是好福气啊，到哪里都有人捧。这实力够硬，自然有人认可。不过你这装可怜博同情的本事，倒是越发熟练了。姑姑，这点小事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，真是过意不去。知道过意不去，就别拿那种放不上台面的东西来忽悠我。姑姑，这是我熬了3个通宵设计出来的。这么努力啊！设计的图只要能让姑姑满意，我熬多久都没关系。这就是你熬了3个通宵做出来的东西是吗？姑姑，您不满意吗？我们这次项目主题是秋日，小学生画的都比你好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跟那个设计师说要突出秋天的。原来不是熬了几个大夜，而是设计师替你熬夜赶工啊！你闭嘴，少在这胡说八道。苏叶，把你的设计稿给我看看。我倒要看看你能画出什么花来。哼，李苏叶，你到底画的什么东西啊？你看把姑姑气的，你这不是丢集团的脸吗？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非要逞能。锦衣，你消消气。自从你妈妈去世之后，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设计稿了。你不愧是她的女儿，这次的项目就由你来做了，我很满意。谢谢青衣。姑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说。再找一个设计师替你画吗？正好，以后这种丢西瓜捡芝麻的事情少做。锦衣，苏叶姐，今晚庆功宴让你破费了。没有你们的话，项目也不会进展的这么顺利。谢谢你们。你怎么来了？陈总又来接我们总监了。他们好般配呀，简直就像偶像剧的男女主。来接你回家，你个小没良心的。我怎么就小没良心了？拿下这个项目之后，就不请我这个幕后军师吃饭，还不算没良心。不过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
还特地来接你，够意思吧？那确实挺够意思的。打个招呼。那我走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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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点啊！总监的青梅竹马也太温柔了吧！你看他们互动，简直就是老夫老妻既视感，太甜了。风大，你小心着凉。我高兴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一直都认为所有人都站在李芝芝身边，可是我现在每赢一次就证明，世界不是围着他转的。好好休息。陈家和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想要李素叶知道，她是最特殊的存在啊。世界不是围绕着李芝芝转的，但程在和是围绕着李素叶转的。谢谢你啊，陈在和。晚安，李素叶。Like go surfing, go diving, go driving, go flying to a different place. Like go drinking, go party, go dancing, eating. 素叶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出大事了！有顾客穿我们新系列的衣服过敏，现在都闹上热搜了。新系列？我们这个季度没有出新系列。12小姐，上次竞标失败后，李副总怕她伤心，特意成立了项目组投产，结果他为了节约成本，使用了劣质面料。真是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也做得出来？苏叶，公司的股价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在跌，快跌停了。这铺天盖地的劣质面料新闻，想不跌都难吧？这件事儿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想到那批面料会有问题，现在怎么办？李志恒，你这些年都白混了，这种最基本的公关应对还要我教你啊？现在立刻做好赔偿，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，让造成后果的人自己出来道歉。让芝芝道歉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要不你代替他去道歉？凭什么？这偷换面料的是他，又不是我。苏叶，你知道的，芝芝现在是秦家的少奶奶，要是让秦家知道了，影响两家关系不说，她以后还怎么抬头做人啊？这李芝芝怎么了？与我无关，我为什么要承担她的责任？那公司呢？再拖下去，公司名誉扫地，股市崩盘，你不在乎，但妈妈含辛茹苦创造的品牌因此而毁掉，你也毫不在乎。你明知道妈妈付出了多少心血，却拿品牌的名誉来威胁我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就不相信你会眼睁睁地看着品牌被毁。苏叶，你看，都1点了，你不用这么拼命啊。没事的，我这多画一点呢，以后就能成为像妈妈那样厉害的设计师。傻丫头，有哥哥在，慢慢来就好。李志恒，你知不知道，一旦我认下这个错，我就再也当不了服装设计师了。你只是不能当服装设计师而已。芝芝要是认了，她在秦家就永远抬不了头。能不能别这么自私？无论如何，你必须代替她
去认错道歉。既然如此，有些事该有个了结了。少爷，苏叶小姐出车祸的事查清楚了，是李志恒买通了王叔，在车上动了手脚。这里是20万。少爷放心，只是在李苏叶的刹车上动点手脚而已，我一定给您办好。李志恒，有人举报你故意杀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可是集团总经理，怎么可能杀人？是你，苏叶，你听哥给你解释。解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是怎么用钱买通司机，在我刹车上动手脚？苏叶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那是一时被逼无奈，你原谅哥哥好不好？被逼无奈？是司机逼你用钱买通他的吗？还是李芝芝刀架你脖子上？李苏叶，我可是你哥哥呀！你拿钱买通杀人，想要我命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你是我哥哥？李志恒，你不是错了，你只是害怕。李苏叶，你总是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性子，最是让人厌恶。你这种人，没有人永远真心爱你的。放开我！陈在河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做的太狠？是你对你自己太狠了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你都不打伞，你是想生病吗？好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去做个了断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车祸是我动的手脚？我从来没往你身上想过，毕竟我从没有想到过是我亲生哥哥想要置我于死地。那你怎么会有证据？是陈在河案子调查，我从没想到想要杀死我的是我的亲生哥哥。哥哥，你的演技不如小时候了。这小时候我还能真的以为你是真的疼爱我。李素叶，那时候我当然是真的爱你，你可是我唯一的妹妹啊。可你太碍眼了，什么都要争第一，什么都要比我强。爸妈的眼里只有你，公司里的人都只听你的，你就不能像芝芝那样乖乖听话不好吗？为什么要和我争？哥，我真的很怀念我们小时候，那个时候哥哥还会教我写名字。那个时候你总说名字是自己的招牌，要写的端庄工整，做的端正。哥哥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教我写你名字的吗？是啊，那时候是真好。
我们会变成这样？我们明明是世界上最亲的。哥哥，你忘了？保护好自己的署名，这是我进公司你教我的第一课。你算计我！我没有算计你，这是你欠我的。妈妈没有把公司留给那入赘的爸爸，而是留给我们兄妹，就是怕他的心血被毁掉。这既然你李之恒守不住，那就换我来守。不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，但他做错了事，就该承担后果呀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我们最后会走到这一步。都过去了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李志恒入狱的消息传出去后，李家的合作方纷纷提出了终止合作，股东已宣布撤资，现在公司的资金链都快断了，公司现在需要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回去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回去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各位股东们，过会儿苏叶姐姐来了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劝她签下和解书。志恒哥哥从小护着我，现在他出事了，我实在不忍心看他在监狱里受苦。你们都是看着志恒哥哥长大的，肯定也舍不得，对不对？那是自然，志恒是我们一手培养的继承人，是公司的主心骨。就是，这个李苏叶心也太狠了，亲哥哥说送进监狱就送进监狱，这不是打我们整个集团的脸吗？等着看吧，李苏叶，你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，这群老古董不会放过你的。唉，这大清早的，在开小学生告状大会吗？一个个义愤填膺的，戏挺足啊。李芝芝，你除了在别人身后煽风点火，你还有别的本事吗？苏叶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苏叶，不要这样，熊芝芝，我们今天叫你来，是为了商量集团的生死存亡的大事。就是啊，你把志恒送进监狱，集团没了领头人，合作方都跑了大半，股价跌了个底朝天了，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。哦，所以呢？所以，苏叶，不要意气用事，集团不能没有志恒。你要是实在气不过，等他出来，给你道个歉就是了。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就是你出面去说，是你和志恒吵架后心里有气，一时糊涂报了假案，监控视频是伪造的。假案？什么是假案？是他买通管家害我是假，还是说他想置我于死地是假？更何况这监控视频是真是假，你们当现代技术鉴定是吃素的？还是说各位叔叔想为了李之恒这个杀人犯，自己赔进监狱里去陪他了？我还真是没看出来啊，叔叔们还挺够仗义。苏叶姐姐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那毕竟是我们的哥哥，也是集团的主心骨，叔叔们这样都是为了集团好。要不是你当初心狠，把哥哥送进去了，也不至于闹成现在这样啊。就是，这不都是你害的？你不想办法解决就算了，还在这儿说风凉话，少在这受害者有罪论那套。这个李之恒现在本来就是一块废铁，
你们也没有必要把心思花在他身上。李之恒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我了，让我做你们集团的新掌舵人，才是你们最佳的选择。怎么可能？哥哥怎么可能转让股权？白纸黑字都已经写得很清楚，眼神不好就去医院看看。只要你们能拿到分红，看一看，这谁做总裁不都一样吗？李素叶，你在说什么？管理公司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你不要自不量力。从小我就比李之恒更加优秀，我能给你们的只多不少。怎么样？你们真的要因为一个李之恒，一个废太子，跟我鱼死网破吗？不管什么时候，他都能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。之前我就想不明白，是为什么我单人带领的设计部月盈利就有3亿，但是整个集团单月营收才2000万。大家看看报表，就都明白了。怎么回事？除了苏叶的设计部，集团其他业务线全都在亏损，有些部门竟然持续半年的负增长。怪不得我说怎么分红一年比一年少，原来钱都亏空了。苏叶，你能把设计部带这么好，证明你真有本事。我们这些老家伙也相信你，相信你能带领集团走出困境。李芝芝，怎么样？还不自量力吗？苏叶姐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你太辛苦了。而且，现在集团因为哥哥入狱，已经声名狼藉，外面全是负面新闻。你就算再有能力，想要力挽狂澜，恐怕也是难如登天啊。不过，我还是祝你成功，可别让大家失望啊。他说的没错，现在外面都在传我们集团内部不和，管理混乱，这可怎么挽回啊？这集团名声的问题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有了完整的应对方案了。苏叶，你说的方法就是直播呀，这能管用吗？有那么简单吗？网友们因为你几句话就改变看法？我很清楚这场仗要怎么打，你们放心就好。程在河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呀？你尽管说，我都帮。这明天我的直播，你是常年面对观众的一个公众人物，那你肯定知道面对媒体什么说辞能最打动他们，你教教我呗。你只需要记得，他们不信空洞的辩解，但信真实的情绪和完整的逻辑。原本的你就足够让人信服和心疼，你放手去做就好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身后有我给你兜着呢。这不是李家的李苏叶吗？这时候开直播是想洗白吧？听说他哥是杀人未遂进去的，豪门没一个干净的。别是来卖惨博同情的吧？大家好，我是李苏叶。相信这段时间大家对我们集团的一些传闻都有听过吧？没有错，那些传闻是真的。我亲手将我的哥哥李之恒送进监狱，因为他要杀害的人是我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谋杀亲妹，然后李苏叶把自己亲哥哥送入监狱，这么直接居然承认了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肯定是为了争家产，豪门兄弟反目，老戏码了。小时候爸爸忙于工作，是我和哥哥朝夕相处，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的感情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，和我朝夕相处的哥哥竟然有一天会置我于死地。这个是警方的案件定性报告，还有李之恒收买管家的监控视频，
上面清清楚楚显示着李之恒收买了管家，花了20万，让管家在我的车上动手脚。鉴定报告那就是实锤了，也太可怕了吧！亲哥居然下死手！天哪，这是真的吧？李素叶也太可怜了吧！支持姐姐大义灭亲。说不定是伪造的呢，想彻底搞好他哥吧，坐等反转，不轻易站队。李志宏任职期间，集团亏损超3亿，其中1.2亿流向不明，相关审计报告稍后，真相从不缺席，支持受害者维权。程少亲自下场背书，这证据假不了。贪赃枉法，杀人害命，这李志宏简直是人渣！姐姐做得好，太大快人心了。作为集团继承者之一，我向我们的股东、合作方，还有关注这件事情的网友们道歉。是我们内部失职，才让李之恒有机会损害我们公司利益，让大家失去了对我们集团的信任。但我可以保证，从今天起，我将全面整改公司。第一，开除所有与李之恒同流合污的管理层，并引入第三方，全面监督我们的财务。第二，我将亲自接手公司的总裁之位，以设计部为核心，3个月之内推出全新的公益系列，将利润30%全部捐给儿童公益项目。姐姐太飒了，有担当，支持你重整公司。看这个，公益系列好棒，等上线了一定买。这才是豪门千金该有的样子，比他哥强100倍。哎，这才直播半个小时，就有3个合作商找我们续约了，股价也回到涨停了。之前是我们糊涂了，不该怀疑大小姐，今后我们定全力辅佐。对，现在知道还不算太晚。猜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噔噔噔！不用猜啊，肯定给我准备了庆功宴。这么懂我，给李总的生日礼物。在外叱咤风云的李总爱哭鼻子，这传出去可是会被人笑话的。程在和，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好？你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，可都是你在照顾我呀。程在和，回家了。程在和，别睡了，回家了。怎么这么疼？发烧了。程在和，程在和，带你回家。现在轮到我照顾你了，所以我努力的想成为那个站在你身边与你并肩同行的人，只是我没想到比起我们的重逢，你的订婚请柬来得更早。再后来，不过比起你和别人的婚礼更可怕的是，你车祸的消息。李素叶，我真的很害怕会永远的失去你。还好一切都来得及。你来干嘛？我这当爸爸的，来看看女儿都不行吗？你的女儿李芝芝在行政3部，出门左拐，慢走不送。李苏叶，我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，就为了跟你吃顿饭。
用得着这么夹枪带棒的吗？算了，也该和他做个了断。走吧，不是说要去吃饭吗？这就对了嘛，这父女之间哪有隔夜仇啊？苏叶，来，多吃点鱼，补充蛋白质。我鱼肉过敏。不过算了，我觉得你也不会知道，这毕竟你的心里只有李之恒和李芝芝。哎，爸不是好久没跟你吃饭了吗？忘了，下次注意啊。不必费那个心了，这20多年都没有记住的事情，没必要特意装样子。有什么话直说吧，别绕弯子。你这孩子说话就是直接啊。不过爸来找你呢，确实有事。我听芝芝说，阿恒前几天把股份都转给你了，所以啊，要不你把股份转给芝芝吧。果然，父慈女孝这个词，在我们父女之间，从来都是一个笑话。你看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当总裁已经够出格了，手里攥那么多股份干嘛呀？啊？怎么？李芝芝就不是女孩子，她就可以手握股份？芝芝她不一样，她……李苏叶，你是不是太自私了？集团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，这股份不想转也得转。我是你爹，我说了算。好啊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什么？这转让股份是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觉得李芝芝该在场。我们明天公司再聊。行，听你的。来，苏叶，吃饭。喂，赵先生，这听说李芝芝最近赚了一大笔钱。爸，我明天给你准备一个大礼，你可一定要接好啊。爸，进去聊吧。好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没开门呢，芝芝就知道我来了。芝芝，爸手里没钱了，那些追债的都跑到家门口来了，你再帮爸爸一次好不好？我不是上周才给你30万吗？这么快就没钱了？哎，你知道的，那赌场总是风水轮流转，只要再多一点点赌资，我一定能翻盘。我也没钱，我不管你是去卖肝也好，卖肾也好，总之别再来找我。你可是李家千金，怎么可能没钱？我说没有就是没有。好，李芝芝，你别忘了，你妈跟李家老爷子在一起的时候，还跟我藕断丝连。要是让你家老爷子知道你不是他的种，你以为你还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吗？你敢？要是见不到钱，你看我敢不敢？畜生！你们在讲什么？畜生！你们在讲什么？爸，李素叶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公司，我为什么不能在？倒是你们，这位先生看着面生啊。芝芝，你不介绍介绍？他是我一个叔叔，来找我有点事儿。你们应该什么都没听到吧？从赌场翻盘到身世秘密，一字不落。好巧，全都听到了。李苏叶，是你搞的鬼！你故意把我爸引到这儿来。爸，你不是一直都很好奇芝芝为什么没有成绩吗？我看她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而是这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这工作上。这毕竟是要想着怎么把这个钱从集团弄出去，养着这么个债主老爸。爸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您看着我长大的。哎，李总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想拼点钱。芝芝确实是您的女儿，我刚才都是胡说八道的。胡说八道？这是不是胡说八道？验一下 DNA 不就知道了？哦，对了，这份资料是你这半年来从集团挪用公款给这位赵先生的流水记录，这法务已经验视过了。
不是的，不是这样。我真是瞎了眼，养了你这么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！我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，只要我求他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我绝对不能失去李家千金的身份。医生，病人怎么样了？哦，病人情绪过度激动，脑部中风了，以后可能都没有办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。中风？那我怎么办？李家没有人可以帮我了。程在河，我把我爸气中风了。不是你气的，是李芝芝的谎言，是他自己偏心纵容留下的祸根，这跟你没关系。可是我把证据放在他面前，是我亲口跟他说的。我这样是不是很残忍？笨蛋，残忍的从来不是揭露真相的人，是那些捂着真相偏心纵容的人。你只不过是把他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摆了出来，你没有错。天冷了，咱们就不要在这里吹风了。我带你回家，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南瓜粥。走吧。哎呀，李芝芝，你把我害成这样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我不出现在你面前，谁来替我还赌债呀？哼，你看我现在这样，还能有钱给你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现在可是秦家的少奶奶，想要钱那不是伸伸手的事吗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如果我见不到钱，那全世界都会知道秦家少奶奶是个名副其实的假千金。哎，还没洗脚呢，不要乱跑！还说他呢，你自己不是也没换鞋？我还不是为了抓他去洗脚。哎，好啊你，现在才几岁，就学会开始告状是吧？秦燕，阿志哥哥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这李芝芝又做了什么蠢事啊？哎，谁知道她在外面跟什么人做交易，缺钱缺疯了，竟然跑到我的书房去偷公司的机密文件去卖啊！李芝芝搞出这种事，你作为李家代表人，是不是该给我个交代？不然，别怪我报警处理。不能报警，苏叶姐姐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这做错事就要自己承担后果，这更何况李芝芝又不是我们李家的人，我们李家自然是没有给她上号的道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本来就不是李家的人？姐姐，我求你了，不要说。你用什么身份来求我？妹妹吗？我可没有妹妹，你不过就是你妈和外面的野男人生出来，来我们李家敛财的罢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哦，那这么说来，你这是娶了一个冒牌货呀？啊？
啊？这是真的吗？说啊！当初就是因为芝芝是李家团宠，对我的事业有帮助，我才抛弃苏叶选她的。早知道这样，苏叶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这李芝芝不是李家的人了，那今天这场闹剧自然和我们无关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如果当初我没有选错人，那现在在他身边的就是我。阿志哥哥，我求你了，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帮帮我。夫妻，李芝芝，要不是当初因为你是李家千金的身份，又费尽心思勾引我，我才不会和你结婚。要么我报警处理，告取你偷取商业机密；要么把离婚协议签了。不要报警，我签。李苏叶，都是你害的我，别得意，我才是这个世界的团宠，我不会让你就这么顺心如意的。哎呀，苏叶，你以后离那个秦芝远一点呗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觉得他刚刚看你的眼神有问题。有吗？有啊，他刚刚在秦家，他那个眼睛都快粘在你身上了。是吗？程在和，你是不是在吃醋啊？我哪有？我吃什么醋？我就是怕你重蹈覆辙。放心吧，那种人我都不会多看一眼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我爸妈这2天会回国，你想见见他们吗？苏叶，这是我亲自去花店选的鲜玫瑰，喜欢吗？哎，苏叶，我跟李芝芝结婚后，才发现，原来我爱的一直都是你。不过，我和李芝芝已经离婚了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秦芝，究竟是谁让你自信，让你觉得我会喜欢你这样一个垃圾？神经病！看什么看？李苏叶，等着看吧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这个世界的女主。真不愧是李家的大小姐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是呀，而且啊，她现在可是李家唯一的当家人呢。这在和说他中意的李家小姐，应该就是她吧？气质和样貌都很好，儿子的眼光不错呀。苏叶姐姐，你来了。你又来搞什么鬼？姐姐这说的哪儿的话？我就是在宴会上看到姐姐了，过来打个招呼。她怎么这样和妹妹说话呢？李芝芝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这里是程家，把你的歪心思给我收一下。知道了，姐姐。我们程家可不欢迎这样的儿媳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在这里站着？儿子，那个李……爸妈，你们先过去，我稍后就过来。走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待会儿看我手势。欢迎各位莅临程家的晚宴。现在我宣布，犬子程在和将全面接手程氏集团的业务，即日起任职程氏集团总裁。感谢各位的到来，希望今后
能与各位合作愉快。当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各位，今天程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想跟大家分享。李苏叶，我送你的这份大礼，喜欢吗？阿志哥哥，你明天在程家晚宴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姐姐告白，姐姐肯定会感动的。哼，明着敲墙角，是让程在河有机会弄死我是吧？程家那样的家庭是不会接受苏叶姐姐的，你这样做反而帮程家长辈解决了麻烦。苏叶，我们重新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啊，求婚了，求婚了，有点浪漫啊！李苏叶，这下谁才是小丑呢？好好享受告白时刻吧。秦志，这里是程家，不是你耍酒疯的地方。苏叶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们订婚这么多年，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。秦志，你放手！成何体统，竟敢在我程家的宴会上如此撒野！不是的，伯父伯母，我……秦志，你找死！这是我自己跟他的恩怨，放心。苏叶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怎么样？这杯酒能不能让你清醒清醒？秦志，我警告你，这3天之内，如果你再敢招惹我的话，我会把你所有的龌龊事都昭告于众。到时候你看看，这继承人的位置，你还保不保得住？苏叶，我带他出去，别脏了程家的宴会厅。伯父伯母，各位真的很抱歉，因为自己的私事扰了今天的宴会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伯父伯母，实在抱歉。苏叶，你不用道歉。爸妈，她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人，李苏叶。什么？怎么了，妈？程阿姨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苏叶姐她就是性格直率了些，扰了您的宴会，她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按理说这场晚宴是没有邀请过秦家的，难道又是李芝芝在搞鬼？李芝芝，你在这装什么装？今天的事情你肯定早就知道了吧？姐姐，你怎么这么说我呢？我就是担心程阿姨。李小姐，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过失礼了？我们程家的宴会上，不欢迎嚣张跋扈的人。李苏叶，你很聪明，但我才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。爸妈，我不许你们这样说他。爸妈，他就是我一直喜欢并且想守护一辈子的人。可是在何？妈，小时候你们在国外，我被人欺负的时候都是苏叶保护的我。现在我长大了，他就是我最珍重的人，我不允许他被任何人委屈，即使是你们也不行。苏叶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我不是害怕，我只是没有家人了，不想让你因为我这个外人和家里起了争执。你可从来不是外人啊，你是我人生中唯一的女主角。是吗？本来晚宴的时候想跟你告白的，都怪秦志。
谢谢你，陈在和。在和，我们准备把业务的重心转回国内，现在需要一个合格的服装设计师。设计师，正好趁这次机会缓解爸妈和苏叶的关系。好啊，爸，我刚好认识一个拿过好几次国际大奖的优秀设计师。哦，这个人你们也认识，就是李苏叶。在和，我们知道你和苏叶的关系很好，但是这是商业决策，不是儿戏。正因如此，我才更想用实力去证明他的价值。爸妈，你们能不能给他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？好吧。谢谢爸，谢谢妈。这个系列的主题叫做新生，我想用服装的语言去表达涅槃重生。新生？那为什么不是春装，反而是秋装呢？这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春天是万物复苏、重获新生的季节，但我觉得新生也意味着涅槃重生，而人们只有像秋天的落叶一般，失去了一些东西之后，才会明白拥有是多么珍贵。所以我把这个系列定义为秋装，而不是春装。你看东西的角度啊，还挺独特的，不难看出你对服装设计的热爱和用心。在和，你眼光不错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谁儿子。这臭小子。李苏叶，你不知道炮灰女配该待在什么位置的话，只好我来帮帮你了。总裁，第一批成衣已经全部制作完成，按照进度可以正常上新了。太好了，等顺利上新了，大家都有奖金。出事了！现在很多预定的渠道商都要和我们取消合作，而且还要我们赔付违约金。这就是你以继承人的身份担保的人啊！项目还没有上线，集团的市值就已经蒸发了2个亿啊！爸，这明显是陷害啊！在和，事实是我们程家因为他成了行业的笑柄和资本市场的靶子，合作必须即刻终止。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能找到证据证明苏叶的清白。你还敢提他？你老程，爸！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抄袭狗，滚出设计圈！程家被他坑惨了，就知道他没那么大本事。姐姐，众叛亲离的滋味如何？姐姐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会是要跑路了吧？李总，关于新生系列的抄袭丑闻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传言说你即将被解职，而且面临巨额赔偿，是真的吗？李总没有抄袭，新生系列从零甘草图到成品，都是我们亲眼见证诞生的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对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这所谓的抄袭都是无稽之谈，我会找到证据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姐姐，认输吧，自己退位还能体面一点，否则如何？各位，新生系列抄袭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诬陷。我手上的这份就是他李芝芝贿赂内部人员、偷取李苏叶设计师原始手稿的证据。我们集团的事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来插手。那这些证据，不知道够不够？
这些都是他进行不正当交易手段的现场证据。喂，苏叶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，对外宣布厂家撤资了。好，我会制造出资金断裂、孤立无援的假象，就等鱼儿上钩了。我也会趁这段时间收集好李芝芝的所有犯罪证据。等我回来。好。李芝芝女士，你涉嫌诬告、陷害、商业欺诈、威胁证人等多种罪名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滚开！我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你所在的世界是一本团宠文，而你是团宠文中的女主角。只要哭，就会有人来哄；只要你撒娇，什么都能得到。你不用付出任何努力，就能得到一切。我是团宠文的女主角，你李苏叶不过是一个用来衬托我的恶毒女配，所以你才会觉得，你无论做什么，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。当然了，主角怎么可能会输？就算我跌落谷底，也一定会有人来救我。那你看看，现在有谁来救你？主角光环失效。雷芝芝，你根本到现在都没有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命中注定的主角，也没有谁是天生的配角，是你自己把自己困在了被偏爱的梦里。李总，之前暂停合作的大部分客户现在也都恢复了合作，而且我们新季度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风波之前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跟着李总没错。是我该感谢你们，在最低谷的时候，你们一直陪着集团渡过难关。这个月的奖金，按照工资3倍发。谢谢李总。哎，挺厉害啊。你爸妈之前态度那么坚决，你怎么说服他们的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爸妈，我会找到证据证明苏叶的清白。如果做不到的话，我愿意放弃程家继承人的身份。什么？在和，你疯了！你用继承人做赌注，程在和，你疯了你！可是你让我赌赢了，对不对？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污蔑你啊！苏叶，我要是连你都护不住，我要这程家的权利有什么用？你看这个，苏叶，以前是我们偏听偏信，误会了你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有，阿姨，您言重了。苏叶，确实啊，是叔叔阿姨的错，我们为之前发生的事向你道歉。你呢，也确实像我们在和所说的那样，能力出众，品行端正，是吧？是你们儿子我赚了，所以没问题了吧？臭小子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就自己决定吧。在和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了小时候？不过花开了。李苏叶，16岁的时候，我想给你送一朵最大的花。现在，我想给你一个家。苏叶，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，但苹果是。李苏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想名正言顺的成为你人生剧本里与你并肩的主角。
陈在和，我一直认为我只能是别人故事里的配角，是你一直告诉我，我可以做自己人生的主角。除了这样的你，我还能嫁给谁呢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陈在和。